这里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营造时间最长、造像最多的石刻艺术宝库，位列中国4大石窟之首的洛阳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现存的动摇像龛有2345个，里面保留有11万尊千姿百态的佛造像，其中最小的只有2厘米高，最大的一尊造像卢舍那大佛，面容跟武则天长得一模一样，还有一尊竟然比着剪刀手。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龙门石窟，一起来感受这些沉淀了1000年的艺术瑰宝。我现在是来到河南洛阳了，这个地方是叫做伊河湿地公园，这是一个很大的公园啊，有好几个免费的停车场，非常适合床车、房车自驾的朋友们在这里露营过夜。下面这条河就是伊河了，往南边一直走下去就是龙门石窟了。我现在已经把车子开到公园最南边的一个停车场了，从这边徒步过去龙门石窟大概只需要10来分钟。刚刚徒步了18分钟，来到龙门石窟景区了。景区的入口还有720米，当然也可以乘坐这种观光车去但我呢就选择徒步了。我刚刚已经在网上就把票给订好了，这里的门票是90块，我现在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去了。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座横跨伊河的大桥，这座桥呢是叫做龙门桥，它的全长是303米。这座桥呢，它是按照中国现存最早的石拱桥赵州桥设计而成的。与赵州桥不同的是，它是有3个桥孔。走过了龙门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呢就是阙的形制了。其实龙门在以前就是叫做伊阙，伊当然是伊水的伊啦。那么这个伊字是怎么来的呢？是为了纪念商代的一位宰相，他的名字呢叫伊尹。那么阙字的由来就是因为这里2山夹一水，非常像是古代的建筑阙的形制。龙门石窟景区它是可以分为2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这边的西山石窟主要是分布在西山这一边东山那一边呢分布着少量的石窟，还有这一座香山寺以及白猿。其中西山也叫做龙门山，东山呢也叫做香山，香山呢是得名于这座香山寺。这里是叫做禹王池而且呢还是冒着水蒸气这里的水温是达到了20来度相传在这个池子里面还放有当年大禹治水留下来的一块大石头。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呢，龙门只是一座山，伊水流到这里就流不过去了。那为了解决洪水泛滥的问题大禹来到这里，将山体凿开了一条沟壑，形成了龙门的形状，将泛滥的洪水引到黄河里面。那相传每年春天黄河中的鲤鱼就会沿着伊水逆流而上，而游到龙门的时候呢，这些鲤鱼就会奋力跳出水面，游过这段湍急的河流。久而久之，民间就有了一种说法，能跳过龙门的鲤鱼就会化身为龙，而跳不过去的就会在额头上留下一道黑疤。这便是我们中国民间鲤鱼跃龙门典故的由来。大诗人李白还根据这个故事写了一首诗，叫做《黄河3尺里，本在梦今生。点而不成龙，归来半凡鱼》。隋炀帝来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这不就是我真龙天子的门户吗？龙门的名字就由此而来。过了禹王池从这边上来呢是有一座洞窟，叫做乾溪寺。因为在这个洞窟里面是可以听到山体里面溪水的声音。大家仔细看，里面主佛造像脖子的位置有3道横纹，这个就是唐朝造像的标志性特征了。这里有一块碑，我相信大多数人刚看到这块碑的时候都是懵的，因为大家可能会读错，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块碑上就有3个错别字，第一个就是案字，案字是少了一横的，第二个就是左边的义字，义字是少了一点的，第3个就是右下角的中字，这个中字它是上下颠倒的。一块碑这么写又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是有2块这样的碑，一块是在华山，它是一块竖碑，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横碑。那这块碑应该怎么读呢？如果从左到右就是仁义骑马案，天张开隆中，是不是很难理解它的意思呢？其实应该是从右往左读，叫做开张天马案，其义人中龙，意思就是做马就要做神马，做人就要做人中之龙。其中人中之龙是有一个典故的，当年孔子形容老子为人中之龙，写这个字的人名叫陈抟，号扶摇子，他是道教弟子，他夸自己道教创始人老子为人中之龙，实际上就是在变相的夸自己。这个字也是字如其人，你看这个字就写得比较洋洋洒洒，也说明陈抟这个人是一个不受拘束的人。从十字卷碑过来之后啊，这边呢就是宾阳3洞。宾阳3洞分别是宾阳中洞、宾阳北洞和宾阳南洞，一字排开。宾阳3洞是中国正史当中唯一有确切记载的石窟。宾阳3洞也被称之为万穴列岩壁、3龛独雄化，走红网络的剪刀手佛像就是在这里面。宾阳是指什么呢？它是指龙门石窟迎接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北魏宣武帝为了铭记自己父亲孝文帝迁都洛阳和汉化改革的功绩，所以在这里开启了皇家开凿的第一窟，营造时间长达24年，动用人工80多万。不过即便是这样，在北魏时期也只是完成了这个宾阳中洞，宾阳南洞和宾阳北洞一直是到了隋唐时期才相继完成。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开凿的时候，北魏的边境发生了战乱，紧接着农民起义爆发，北魏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宾阳3洞的开凿就停工了。这里就是龙门石窟当中参与了宫斗的石窟宾阳南洞。北魏时期开凿停工之后，宣武帝去世，年幼的孝明帝就登基了，他的母亲林太后胡氏临朝执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北魏子立母死的规矩，林太后是一个例外。那当时主持这里工程的宦官刘腾，他就参与了宫廷政变，把持朝廷大权，可以说北魏就开始进入到了战乱的动荡时期。后来唐朝初年，龙门石窟的开凿活动就开始复苏了。李唐皇室在龙门造像风气盛行，唐太宗的第4子李泰为其生母长孙皇后，就在南洞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开凿，为了博取李世民的欢心，为自己争夺皇位打好基础。不过非常可惜的是，最终却是李治登上了皇位。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造像，他的耳朵一大一小，这个是因为当时李泰被贬了，失去了经济支撑之后，工匠们最后的收尾工作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敷衍了。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宾阳中洞，它的纵深是有12米，高度9.3米，宽度10.9米。我们先来看一下门楣的上方是有2朵莲花，然后右手边下来它是分为上中下3层，上层是飞天，中间是菩萨，下面是护法天王，整个洞窟的造型像一个马蹄形。然后再看里面的大穹顶，上方正中间的位置是一朵盛开的莲花，周边是围着飞天，飞天手中还拿着乐器，周边是祥云满天，在此你仿佛就能听到梵音渺渺。在这个洞窟里，我们还可以看出北魏时期人们对美的定义。你仔细看释迦牟尼的脖子，可以说是非常的细长，体态也是比较修长，长相是典型的鲜卑人形象。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王朝，所以造像更多是以鲜卑人为蓝本，崇尚的是以瘦为美。不过你再看他们的穿着，却不是典型的鲜卑风格，说明当时的鲜卑人已经开始逐渐汉化了，跟中原汉族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逐渐减少了。
如果你去过北魏开凿的另一座石窟云冈石窟的话，你就会发现是有很大区别的。整个龙门石窟里面，北魏时期的造像穿着大多是宽袖的大袍，那这种也被称之为中原风格，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文化的兼容和博大。你要是来了，我就能给你汉化了。那在宾阳中洞的前壁，也就是南北两壁，自上而下是有4层精美的浮雕。第一层是维摩诘经故事，第二层是佛本生故事，第3层是帝后礼佛图，第4层是食神王浮雕像。这其中的第3层就非常可惜了，这就是帝后礼佛图，记录了当时北魏皇室的礼佛场景。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这2幅珍贵的浮雕，在20世纪30年代初是被盗往了美国。皇帝礼佛图现藏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皇后礼佛图现藏于堪萨斯州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这里就是宾阳北洞，仔细看正中间的造像，这个就是被很多网友亲切地称为剪刀手的佛像，但实际上他的手原本不是这样的。你仔细看大拇指这个地方是有个断裂痕迹的，他原本的手是这样的，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这尊造像也被称之为龙门最萌造像。这里就是被称为龙门石窟最丑的造像，说它丑并不是因为它的颜值，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半成品。那这3尊造像都是弥勒佛，也就是弥勒3尊。为什么会雕刻3尊弥勒造像呢？是因为当时在武周时期，武则天自称是弥勒下凡，所以派人在此雕刻。但是在公元690年的时候，张柬之发动了龙神之变，后来武周就此灭亡。那这些就留下了半成品，没有再继续雕刻下去，以至于现在我们在此处就能够看到当时摩崖石刻雕刻的一个过程。继续往前走，从这边的阶梯上去就是万佛洞。这个季节呢，应该是属于淡季了，但依然是人山人海为什么这里被称为万佛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洞窟的左右两边，上面雕刻的都是小佛像，每一尊的高度大约4厘米，一共是雕刻了15000尊，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龙门最多佛像的洞窟。龙门最美观音就在万佛洞的旁边，它的高度85厘米，你可以看到它的头部虽然破了，但依旧可以感受到它的面部其实是非常饱满的。最特别的就是它的身材，它是个 S 型的曲线，非常的优雅。当时梅兰芳先生曾3次来到龙门石窟，并且仔细钻研这一龛造像和身上的服饰，后来也是成就了梅兰芳先生的一个经典代表作《洛神赋》。看完了万佛洞之后来看一看莲花洞。这里就是莲花洞，得名于穹顶的大莲花。据说人民大会堂的莲花顶设计灵感就源于这个洞中的莲花。莲花洞也是龙门石窟当中非常精美的一个像龛。然后再看佛龛当中，主佛造像两侧的石壁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佛像，这就是龙门石窟当中最小的佛像了，高度仅有2厘米。现在就要沿着阶梯上去看看被誉为世界最美雕像的卢舍那大像，这也是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卢舍那大像就是中间的这一尊主佛了。龙门石窟最大的造像就是卢舍那大佛了，它的通体高有17.4米，光这个头部就有4米高，耳朵有1.9米长。它的面容慈祥而睿智，嘴角带有一丝神秘的微笑。据说这是按照武则天48岁时的容貌雕刻而成，甚至当地的一些老百姓都不叫它卢舍那大佛，而是直接叫它武则天像。相传有一天清晨，身居皇后之位的武则天正在梳妆打扮，唐高宗看到之后就夸赞道：皇后相貌端庄，雍容华贵，颇有菩萨之仪态。
武则天听了之后啊，很是高兴。可是没过一会，她竟然哭了起来。唐高宗就疑惑地问道：“皇后为何突然悲伤呢？”武则天就解释道：“眼前纵有千般好，100年之后还是一堆枯骨，又有谁会记得我的模样呢？”唐高宗就说：“这有什么难的呢？我让天下最好的画工为皇后画一幅精美的画像，不就行了吗？”可是武则天听了之后还是不高兴，她说：“画像虽好，只是薄纸一张，不能流传千年。”这下子唐高宗可就犯难了，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门道来，只有再问武则天了：“那依皇后之见，如何是好呢？”只见武则天嫣然一笑：“陛下说妾有菩萨之相，何不在龙门山上开窟造像呢？”唐高宗恍然大悟道：“好，就按此法照办。”于是高宗就命天下技艺最高超的工匠，按照武则天的容貌开凿了这座高大的佛像。而为了把这座佛像雕刻得更加精美啊，武则天还捐助了2万贯胭脂钱。在雕刻完工之后，它就被命名为卢舍那大佛。卢舍那在梵语里是光明普照的意思，这刚好和武则天为自己取的名字武曌意思吻合。照这个字拆解开就是日月当空，也就是光明普照的意思。因此可以说这尊佛像不但形态像武则天，就连名字的含义也是完全一样的。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尊造像，也被誉为龙门石窟的镇窟之宝。站在它的脚下仰望，真的会被它的博大壮美所震撼到。最为神奇的是，不管你是从哪个角度去看它，都会发现它也是在注视着你。怪不得有人说它是东方的蒙娜丽莎，中国最美雕像。看完了卢舍那大佛之后呢，这边呢还有火烧洞、古阳洞、药方洞。继续往前面走，这个洞窟就非常可惜了，叫做火烧洞。你可以看到上面有火焰纹，然后雕刻的时间呢也是在北魏，主造像已经被烧毁了，里面有东王公和西王母。这里就是北魏孝文帝为他的祖母冯太后开凿的古阳洞，也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时代延续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被称为龙门第一窟。公元493年，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将100多万的鲜卑和北方各族移民迁入中原，这样洛阳再次成为了亚洲的文化中心。都说母以子贵，但是在鲜卑时期却是母强子弱，也就是在立太子的时候就要杀死母亲。所以孝文帝自幼是由祖母冯太后抚养长大，2个人的感情很好。后期是由于迁都洛阳的问题，很多大臣为了表明态度，也都参与到了古阳洞的开凿中来。所以古阳洞里的碑刻题记有多达800多处，是中国所有石窟当中保存碑刻最多的一座。在龙门20品中有19品出自古阳洞。从这边过来啊，就是出口了。然后呢，我们会经过前面这座桥，到对面的香山寺、白猿来看一看。其实在东山这一边呢，也是有一些石窟，只是规模啊远远比不上西山。从东山这边往回看啊，确实可以感受到卢舍那大佛的壮美。这里有一尊唐玄奘的雕像，因为唐玄奘啊就是河南洛阳人。这里是香山寺的入口，上去看一看，还要进行2次检票。据说北魏时期这里就有了寺庙，到了唐朝，梁王武三思主持重修，武则天赐名香山寺。后来时任河南尹的白居易也曾捐资修缮，并撰写了《修香山寺记》，香山寺名气大增。到了元代，古寺废弃，现在的香山寺是康熙年间重修的。1936年，香山寺增建了一栋2层的别墅，目的是为蒋介石庆祝50岁的生日。当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洛阳待了36天，基本上都住在这座蒋宋别墅里。后来的几十年间一直没有对外开放。现在看到的是2011年修缮后的样子。有一个小看点，那就是会议室的桌子上摆放了1圈茶杯，只有蒋的位置是玻璃杯，因为他从不喝茶，只喝白开水。缘由大家可以在网上自行查阅一下，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是洗手间，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有浴盆了。这座就是乾隆御杯亭，看起来挺新的，应该是后期翻修的。
1750年，乾隆皇帝巡游到香山寺，写下了《香山寺二首》，开篇就赞颂道：“龙门凡十寺，第一属香山。”当时的人们把这首诗刻在了石碑上，又建造了御碑亭。天寿元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称神都。据说女皇常常驾临香山寺，并在10楼坐朝。据《唐诗纪事》记载，午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使东方球首先写好，于是得到了锦袍。谁知东方球叩谢后还未坐稳，宋之问的诗也完成了，大家看了之后都认为这是一首文理兼美的好诗。于是女皇竟然夺过了锦袍，披在了宋之问身上。想想这个画面，是不是觉得很搞笑呢？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白居易肯定没有意识到，当初他以香山为号，如今香山又因为诗魔而耀眼。公元831年，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元稹去世。作为好友的白居易为其撰写墓志铭，白居易将原家给予的润笔费60-70万钱全部布施于香山寺。晚年的白居易常游历于龙门一带，并成为香山寺僧人如满的弟子。他与另外几位70岁以上的友人在这里结成了九老会。公元865年，白居易在洛阳去世，葬于香山。从香山寺出来之后没多远就是白园了。顾名思义，白园就是白居易的墓园。如果不是亲身到此，恐怕很多人只知道龙门东山或者香山。关于香山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山上盛产香葛而得名。不过这种植物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白园所在的位置是叫做琵琶峰，估计这个名字呢，大概率是来自白居易的《琵琶行》。这就是墓冢，上面是开满了黄色的花朵。这里有一块日本人留下的碑，上面写着：“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这也是日本人留下的碑白乐天，乐天呢是他的字，万古流芳。这里还有很多名人为白居易留下的碑记。